在未来世界，饮料都是农民伯伯种出来的。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产卵液，只需将它滴入喜欢喝的饮料中，饮料就会在数分钟内产卵。待小宝宝长大后，便可以实现饮料自由。对于社畜老爸来说，上班不能摸鱼毫无乐趣，下班回家还要当个妻管严被老妈凶，唯一的幸福就是喝点小麦饮料，感受微醺的乐趣。可惜这份乐趣也即将跟他说拜拜，因为这瓶是社长送的金瓶茅台，寻常人家根本喝不起。看着即将空瓶的酒瓶，大雄也想当回大孝子，于是他两手一摊，直接让小多拉想办法把酒变多。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大雄二话不说跑到老爸面前，让他管饱喝，因为以后自己就是他的供货商了。可当大雄回到房间让小多拉拿出道具献宝时，小多拉却因为耳背，将小麦饮料听成了小鱼，为以后可以实现小鱼干自由而疯狂蹦迪。大雄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只好再次强调是小麦不是小鱼。小多拉当即表示那个不能有，可为了不让老爸失望，同时守住老爸唯一的乐趣，小多拉决定克服困难，让小麦饮料原地产卵。只见他吸出少许产卵液，将它滴进了酒瓶内。为了让非生命体变成生命体，他又滴入了些科技与狠活。终于在两人期盼的死亡凝视中，酒瓶有了产卵的迹象。大雄也是头一次当产婆，二话不说冲入浴室，拿来老爸82年买的洗脚盆，就将卵倒了进去。而正常的卵需要2个月才会孵化，但产卵液却会加快这个速度。只见一个小酒瓶破卵而出，大雄就得到了一整盆的酒苗。接着两人来到小镇的小河，将酒苗倒入河中吸收养料。届时他们会游向小河的各个地方，直到3天后会再次返回出生的地方。3天后，老爸上班的路上，大雄喊住他，并让他期待今天的夜晚。老爸虽然没听懂，但还是感谢儿子难得的孝顺。这之后，大雄想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邀请静香一起前去吊酒。听闻此话，虎父二人顿时觉得大雄是过期牛奶喝多了。为了能再免费抓俩劳动力，大雄将这个锅甩给了小多拉。只见小多拉先是拿出下酒菜花生，接着又拿出芝士当鱼饵。虎父二人虽然整个人都惊呆了，但还是加入了钓鱼联盟。然而钓了整整1天，却连个鱼骨头都没钓上来，眼看要被锤，大雄连忙询问小多拉，小多拉只好潜入水中查看，却发现水下连一个酒瓶都没有，小鱼干变酒瓶。意识到被降智的虎父二人顿时就是老拳相向，被锤爆的大雄一肚子气没地方撒，指着小多拉便破口大骂。小多拉觉得自己比窦娥还要冤百倍，明明当初跟老爸夸下海口的是大雄，于是两人眼不见心不烦，互相不理对方。可当老爸下班后，两人还是默契的前来道歉，但他们的初心是一片孝心，即便没有做到，老爸仍然很欣慰。看着老爸不仅没责怪，还出言安慰他俩，两人只觉得这次顽皮差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电视上播放了发现新物种的新闻，让两人再次看到了希望。直到这时，小多拉才意识到是因为河水太脏，酒瓶才没有游回来。于是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明天给河道来个大扫除。他们用机器清理河水中的垃圾，并用塑料袋装起岸边的垃圾。而老爸也在为了生计忙碌奔波，即便处处碰壁，仍勇往直前，因为他知道家中有3个人在等他。这便是一个男人坚持不放弃的理由。终于在大雄两人的不懈努力下，河水再次变回了清澈的模样，而酒瓶也逆流而上，重新回到了大雄与小多拉的怀抱。他们将整整1袋子小麦饮料拿回家中，让老爸的小快乐可以一直持续下去。